是什么原因让一度彪悍的女真铁骑陷入杀人冲击的糟糕境地？无界手属明明兵力极其有限，却先后在和尚原仙人关打了2次大捷。他凭借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蜀道之难吗？两宋相交之际强悍的金军破辽灭宋，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除了在太原、楚州、陕州等极个别城池以外，全都是摧枯拉朽的战斗。南宋初年，金军一度遭逢宗泽统帅的东京留守司他们的勇敢抵抗，因为宗泽很快辞世，金军又得以纵横中原，未逢敌手。这种情况从建炎4年开始有所转变。张俊在明州，陈思公在吴江，韩世忠黄天荡大战，岳飞在建康，张荣在滓沱湖，先后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然而这些胜仗呢，从战斗规模、激烈程度、金军伤亡等等方面，在这个时间点上都不足以与和尚原、仙人关这2次大捷相齐名。感谢您收看烽火赵东南的节目，这是慢聊两宋烟云的第18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上一集咱们聊了和尚原，这一集来说一说宋金双方为了进一步争夺川陕而发生的仙人关大战。说女真满万不可敌，金朝初年的军队为什么会那么强悍呢？一直以来金军以女真人为主体，不以鞑靼、西族、契丹、党项、汉族等等多个民族的兵卒组建而成。作战的时候受都元帅府统一指挥，设有都元帅1员，左右副元帅各1员，元帅左右监军各1员，左右都监各1员，分级指挥军事。金军的基本建制是万户、孟安、谋克、蒲辇，一个万户统辖10个孟安，10个孟安统辖10个谋克，一个谋克统辖2蒲辇。在金军的内部保留着原始的军事民主化，有等级，但是并不森严。吃饭喝酒，上下级军官都是随便就坐，没有严格的座次区别。没有大事儿都会召开军事会议，自下而上的展开讨论，各抒己见。不管是谁，只要所提出的意见切实可行，都会被采用。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支军队在战略和战术决策上，相比等级森严、相互掣肘、靠皇帝颁布阵图作战的宋军，金军明显要更具有灵活性和正确性。按照名将吴林所著的兵法总结说金军的部队有4大优势，分别是骑兵、坚忍、重甲、弓矢。在作战方式上金军非常注意骑兵的作用。作战的时候呢，往往会以步兵当先布阵，而后把骑兵安排在左右两翼，对敌军实行侧翼迂回攻击。这种作战方式，所有左右两翼骑兵被叫做拐子马。拐子马通常是轻甲骑兵，金军的重甲骑兵被称为铁浮屠，头顶的兜鍪只露出2只眼睛，普通的刀枪不容易造成伤害。铁浮屠又叫铁塔兵，金军将帅们酷爱把铁浮屠集结在敌方军阵斜角的位置，在战场上默默观察，瞅准时机便会轰然出动，在开阔地形上往往是无往不利。金军的骑兵绝大多数由女真人担任，分为正军和贴军。正军如果生病或者阵亡了，由贴军作为替补。每名骑兵呢都有2匹坐骑，一匹专门用来打仗，另一匹用来平时行军。这样在临阵冲锋的时候，战马呢就能保持良好的体力。也正是因为如此，金军骑兵在作战的时候不仅彪悍，而且富于韧性。吴林根据他的个人经验还提到说，过去和西夏的部队交锋，通常是一个进退就可以分出胜负，而金人则不一样，一个回合失败以后，他们会利用战马的机动性，迅速重整队形，连续冲锋，往往一打就是1天。按照金人自己的说法，是不能打100余个回合，何以为马军。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弓箭，通常不追求弓的力道，但是箭特别长，箭粗锋利，箭头的形状好像凿子一样，射进去就不好拔出来。每个人携带不超过100枚箭，在战斗的时候从不轻易发射，按照规定必须在50步以内才可以开弓。总而言之金军的骑兵，尤其是重甲骑兵，长于弓矢远射，短于白刃近战，能够进行超常规的连续作战。这些呢就是金军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时间来到公元1132年，金朝天会10年，南宋绍兴2年。由于担心张俊在蜀中弄权，赵构呢任命知成都府王嗣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明面上说
担心没人帮助张俊，实际上是分权。这年10月，一颗硕大的彗星出现在天空。除了宋朝和金朝，在日本和韩国也有相应的史料记载。赵构借着彗星出现大赦天下的这么一个机会，颁布特别诏令，许令所有陕西叛逃将领只要重归宋朝，过往一律不再追究。诏令到达四川的同时，川陕战场的上空已经战云密布。早在1个月以前被金国扣留在云中的宇文虚中就已经得知金军将要大举进攻四川的消息。宇文虚中字叔通，成都人，降金宋臣的一个代表人物。出使金国，被扣留封官，身在藩邦，心在宋。依照宋朝方面的记载呢，晚年的宇文虚中暗中联络了豪杰义勇，准备复宋，又密谋带上被俘的宋钦宗南归。事情泄露以后被杀，全家100余口在同一天被金人烹食。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宇文虚中因为得罪了女真权贵而被杀。宇文虚中在宋朝的时候官拜资政殿大学士。绍兴2年这一年呢，出于对故国的耿耿忠心以及对蜀中家乡的情感，宇文虚中冒着风险派人逃回四川，把金军即将大举来犯的情报一一禀报。与此同时呢，宋军也侦察到在陕西方面的金军行动异常，他们对外扬言要撤回太原，而集结起来的兵马并没有东归的迹象。种种迹象和情报综合到一块儿，已经足以肯定金军即将进攻四川，但是主攻方向在哪边却始终拿不准。说这个期间的吴玠在长安建有一个效率惊人的情报站。陕西金帅萨利赫极其崇拜佛教，一个姓武的长老因此很受萨利赫的尊敬。在仙人关呢，有一位尼姑，打小由这武长老抚养长大，二人情同父女。吴玠是先做通了小尼姑的工作，进而又收买了武长老，派往长安的间谍全都找到武长老落脚。因为经常出入萨利赫的家中，这个武长老和萨利赫的一众妻妾都很熟。久而久之呢，很多的机密情报源源不断的送达蜀中。这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萨利赫的保密工作做得密不透风，吴玠对金军的主攻方向也是一无所知。因为没法判断金军的动向，川陕话事人张俊召集众将，制定了分区防守、相互策应的对策，并且约定好，一旦金军大举来犯，吴玠、刘子宇、王彦这3个防区必须相互支援，协同作战。令人疑惑的是，大战即将来临之际，赵构突然一纸诏令，将张俊升任知枢密院，让张俊和刘子宇即刻启程回临安上任。张俊、刘子宇最终选择拒不奉诏，继续留在四川指挥应战。那位说了，是谁给了他们勇气，让他们抗旨不遵的呢？是金国人。因为就在命令到达的时候，战斗已经打响。金帅萨利赫号称统领精兵10万，绕道千里，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突然杀进了宋朝下境。宋代的四川在行政区域上分成利州路、成都府路、铜川府路、夔州路，号为4大川路，简称四川。这其中利州路和秦陇地区相接。在绍兴2年，四川的宋军在利州路屯有重兵，具体的防务布置是刘琦驻守巴西，关师古驻防西河，吴玠驻守河池，刘子宇在兴元，王彦镇守荆州。金军的进攻从12月初开始，战斗的序幕呢先在西部打响。为了迷惑宋军金祁联军对关师古所部发起进攻。为了牵制吴玠呢，他们紧接着又虚张声势，做出准备从岐山道直扑仙人关的假象。而金军的主力则是在萨利赫的率领下，与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奎联合组成了一支由正甲军1万余人、千军2万余人、战马1万5千余骑，号称10万，出其不意绕道千里，向东边的荆州发起攻势。穿越秦岭的蜀道主要有6条，自西向东分别是陈仓道、包耶道、倘洛道、子午道、库谷道、武关道。这些蜀道都是利用秦岭的峡谷和河流来通行。其中陈仓道属于吴玠的防区，包耶道、倘洛道、子午道属于刘子宇的防区，库谷道和武关道属于王彦的防区。东西两段的陈仓道和武关道相对还要好走一些，其余4条则是道路崎岖，通行困难。武关道严格意义上并不算蜀道，它是从长安出来，向东南方向直奔商州，从商州南下，经过上金、浔阳就可以到达荆州。这一次金祁联军攻打四川就是走的这条路线。这年12月25，金祁联军悄悄沿着武关道迅速攻占了商州，紧接着连克上金白河，兵锋直指浔阳。萨利赫不光在西边的仙人关方向虚晃一枪，还布置了
将要从子午道直取汉中的这么一个假象，让宋军上了大当。听到金旗联军由上京进攻浔阳的消息，负责这一防区的王彦大吃一惊，急忙派遣统制官郭晋领兵3000增援浔阳。结果3000人马抵敌不住，郭晋战死，宋军溃败。王彦这位人物啊，长于进攻而拙于防守，他的部队擅长白刃近战，不擅长攻弩。郭晋的3000人被打垮，王彦感觉已经无力防守荆州，决定从荆州向后方撤退。与此同时呢，凭借多年交战经验，他做出一条判断。他说，敌人远道而来，士气正盛，难与争锋。他们之所以这样急速向前推进，是想要抢夺荆州的粮食，以便深入四川。王彦的判断十分准确，金军长途奔袭，不可能携带足够的粮草，能不能够抢到粮食，是他们这次出兵成败的关键。于是在撤离前，王彦下令将荆州城内所有可以资敌的粮草物资全部烧毁，然后组织军民百姓全面撤出了荆州。萨利赫领兵进了荆州城，面对着残垣断壁、粮食短缺，不得不下令继续急速推进，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占领兴元，解决缺粮问题。荆州再往西，萨利赫和王彦在松林关和明月关发生激战。王彦全军不到10000人，面对呼啸而来的优势敌军，最终只能主动放弃，向着饶峰关撤退。一场恶战即将在饶峰关下打响。说这饶峰关在石泉县西北的饶峰岭上。饶峰岭地势高峻，道路狭窄，山峰之间是绵延相连。饶峰关建在2山夹一沟的一处所在，这里控扼着汉水的东西要道。要想进攻兴元府，就必须先攻破饶峰关。负责兴元防区的刘子宇听闻荆州失陷，立刻派遣手下统制官田胜率领兴元部队赶赴饶峰关布防。此时的饶峰关已经集结了荆州和兴元2个方面的部队，力量有所加强。但是刘子宇呢，仍然不放心，派人星夜兼程前往仙人关，请吴界派兵支援。咱们前面聊过的和尚原它的所在位置，敌人如果从凤翔宝鸡方向来攻，还可以应付；如果从秦州方向走岐山道来犯，则不足以抵挡。考虑到和尚原只能控扼陈仓道北段，吴界留下郭浩、吴林、雷仲等人领一部分兵力把守和尚原一带，他自己亲率主力退守仙人关，并且在仙人关附近呢，挑选了一座山峰，取名沙金坪，修筑山寨，做好长期防守准备。仙人关和沙金坪就好像大散关跟和尚原一样，相互犄角，构成一个有机防御整体。位置上控扼陈仓道和岐山道的交汇处，刚好可以同时防御凤翔、秦州2个方向。接到刘子宇的告急文书吴界十分为难。上头的命令是分区防守，并没有要求吴界增援饶峰关。下面的一些部将呢，也不愿意出兵。这种情况下，不派兵是本分。但是另一种情况是，吴界和刘子宇私交很深，见死不救就变得不符合情理了。同时呢，军人的直觉也告诉吴界，这一次敌军来犯的重心是在饶峰关。如果不增援，敌人攻破饶峰关，再拿下汉中，对整个川蜀局势而言，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吴界当机立断，他要亲自率领精锐前去救火。有不少幕僚和部将坚持反对意见，惹得吴界火起，拍着率案说道：说事情已经万分紧急，确实应该火速前去拒险阻击。你们如果不愿意去，那我就只能自己去，否则我有负刘代志。这里的刘代志指的就是刘子宇。众将由此不敢再反对，点齐数千精骑，一夜驱驰300里。绍兴3年2月初5，吴界到达了饶峰关，金旗联军也已经做好进攻准备。吴界会合王彦、田胜所部以及一部分扬州义士，一边紧急谋划积极备战，一边给萨利赫送去好几筐黄干，并且送上一张纸条。吴界在纸条上写道：说大军远来，辽凤之可，今日决战，各中所示。萨利赫是完全没想到吴界动作这般迅速，大惊失色之下，以杖击地的说吴界呀，吴界，你怎么来得这么快？萨利赫因为吴界的到来，不敢贸然进攻。宋军乘机在饶峰关各处险要建起营寨，布置好兵马。这个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说一个下级军官犯了军纪，吴界本来想要将其斩首示众，经过众人求情，才免去了死罪，让其戴罪上阵杀敌立功。谁也没想到这么一桩小事后来却成了导致宋军在饶峰关失败的祸根。几天以后，金旗联军开始发动进攻。萨利赫采用千取百百取十的方式，挑选了一批最为强悍的精兵。这批精兵
全部身披重铠登山攻险。每名重铠士兵身后还有2名金兵，这俩人主要是2个作用：一是帮着前面的人助推，二是如果前面的人战死，后面的就穿上死者的重铠继续前进。这种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的打法并没能取得有效战果。宋军用大石块滚压重铠金兵，又配合着强弓劲弩射杀那些助推的。战斗接连6个昼夜，饶峰岭上到处都是金兵的尸体。金旗联军已经断粮，不得不开始杀马为食。战后的人们在饶峰岭下发现被遗弃的死马皮多达17000多张，他们是身陷险境，攻势迅猛。萨利赫亲自来到阵前督战，有多名畏战不前的千户被当场斩首。完颜萨利赫他是金朝宗室，开国功臣，身材魁梧，骁勇有才。金太祖完颜阿骨达很钟爱他，年罕也十分器重他。在今天的堂前岭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分别用契丹文和汉字刻有碑文。这就是饶峰关之战2年后萨利赫在游猎途中所立。应该说在当时的金军当中萨利赫确实是一位智勇兼备的战将。饶峰关下伤亡惨重，强攻不成，萨利赫又心生一计，他下令把军中裸泪的妇女放归饶峰关，交还宋军，想要用这些备受蹂躏的妇女瓦解宋军斗志。就在这时呢，当初那名违反军纪差点被吴界砍了脑袋的下级军官突然投降了金军，并且将宋军所有防务虚实和盘托出。说这饶峰关2侧的山峰上有吴界麾下郭仲把守，只要占领了郭仲的山寨，饶峰关可以不攻自破。萨利赫是喜出望外，以每人赏银1000两的价钱，从军中又招募了5000名敢死队员，有一条小路攀岩而上，绕到饶峰关后，向郭仲山寨发起突然袭击。这郭仲呢，本来是负责饶峰关2役，此时山寨中接收了不少妇女，从上到下都有点心猿意马，猝不及防，遭到金军的袭击，很快就丢了山寨。这支金军乘胜从后方进攻饶峰关，萨利赫呢领人又从正面发动突然猛攻，前后夹击，腹背受敌之下，宋军是顿时阵脚大乱，最后只能放弃饶峰关，纷纷溃逃。吴界亲手斩杀了几个逃兵，可是兵败如山倒，杀几个人已经无济于事。2月11，饶峰关被金旗联军攻陷。饶峰关被攻下以后，金旗联军迅速进入汉中盆地，占领了兴元府。萨利赫是一边命人安抚百姓，筹集粮草，一边继续进攻，企图扩大战果。吴界、刘子羽、王彦兵败饶峰关之后头脑还很清醒。吴界退到定军山，刘子羽烧了兴元城中的公司积蓄，退到了三泉县。王彦向南退到了达州。从汉中穿越巴山的蜀道有3条，西边是金牛道，中间是米仓道，东边是荔枝道。3条蜀道连接着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的交通。此时吴界、刘子羽在西，王彦在东。萨利赫认为宋军在米仓道疏于防守，可以不战而直达阆州，打击川陕大本营。但是没想到这个米仓道是崎岖险阻，人迹罕至，好不容易走了一大截，又遭到王彦的打击，备受折磨，筋疲力竭之后，只能原路返回了汉中。尽管攻占了汉中盆地，可是宋军的坚壁清野导致金旗联军无法筹集粮草，断粮的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这支深入敌境的军队。他们杀掉了所有马匹，仍然于事无补，最后不得已开始杀掉河东河北的千军，开始吃起了人肉。到了这年4月，天气转暖导致爆发了瘟疫，攻打饶峰关的时候就已经死伤惨重，再加上瘟疫又死了一大批人，汉中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萨利赫呢不得不撤军北返。这一次宋金交战前后历时5个月，金旗联军千里迂回作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路攻城略地，直下荆州，在饶峰关取得关键性胜利。其后呢，又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完成了撤军。整体而言，他们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他们从战役而言是胜利者，从战略而言却是失败者。大量的有生力量被杀伤，占有了汉中，可是得不偿失，可以说是虽胜不胜。而宋军方面呢，尽管一退再退，却也保存住了实力，尤其是坚壁清野的有效实施，使得金军因为缺粮无法长期坚持，最终只能狼狈撤退，可以说是虽败不败。萨利赫撤兵以后留在汉中驻防的伪击军不堪一击，很快宋金双方的实际控制区域又恢复到了1132年冬季以前的状态。饶峰关之战发生以后
在川陕方面的宋军发生了这么几件大事儿。头一件是张俊、刘子宇被调离了川陕；第二件，完颜乌竹再次南下陕西，与萨利赫合兵一处，并且抽冷子攻占了和尚原；第三件是由于新任的川陕班子处置不当，一线指挥官关师古单骑叛降了伪齐。绍兴4年的2月，就在南宋朝廷一心遣使议和的时候，陕西的金军在乌竹和萨利赫的指挥下，沿着陈仓道南下，向吴界所在的仙人关方向发起大规模进攻。仙人关的位置在今天陕西略阳和甘肃徽县的交界处，坐落在徽县东南嘉陵江的江岸上，正好在陈仓道、岐山道交叉口附近。左边是高山，右边是大江，两岸是壁立千仞，易守难攻。和盛元失陷以后，为了加强防御力量，除了继续巩固沙金坪的攻势，吴界还在仙人关和沙金坪之间又修建起了一座关隘，充分做好了应付大兵来犯的准备。2月21，乌竹和萨利赫带领部将70余人，指挥部队缓缓推进，抵近仙人关沙金坪以后，建起连珠硬寨数十座，设置炮台10几座，准备强攻仙人关沙金坪。此时金军号称有10万之众，吴界的兵力大概有3万左右，兵力悬殊过大。吴界悲袭调来吴林所部人马，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有这么一天，吴界和完颜乌竹在阵前相遇。尽管距离很远，但是双方都知道对方是谁。于是呢，乌竹派人到宋军阵前传话，说赵氏已衰，不可扶持，攻来可择善地百里而亡之。说赵宋江山已经衰微了，吴公如果能转投大金，我们会挑一块好地儿给您加封王爵。吴界也派人回话说，以示赵氏不敢有二。到了2月27，双方正式开打，金军是蜂拥而来，冒着宋军如雨的炮石箭矢，向沙金坪展开一次又一次的轮番攻击，血战30多阵。宋军统治郭震扛不住攻势，突然弃阵而逃。吴界得报，迅速赶来，亲手斩杀了郭震，成功遏制了大面积溃退。这时候吴林率部赶到，并且重新夺回了郭震营寨。吴林拔出佩刀，在自己脚下画出一条线，高声宣布：死则死此，敢退者斩。这个片刻之间，金军再次发动猛攻，完颜乌竹根本顾不上伤亡，命人以密集队形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强行登城。吴界瞅准时机，命令统治官杨正点齐人马，突然开门，出得城去疯狂砍杀。金军只顾着爬城，完全没想到宋军还敢出城，仓促之间被杀得暂时退却。咱们说的简单，这一天的战斗转眼就到了日暮时分。可是金军攻势不减，再次变换阵型。完颜乌竹在东，大将韩昌在西，他们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一会儿主攻东侧，一会儿主攻西侧，一会儿又东西同时进攻。宋军是疲于应付，苦战良久，终于还是无力抵挡，从第一道防线沙金坪有序退守到第二道防线。双方在这之后稍作休整。宋军一些将领认为说这第二道防线起于仓促，难以防守，不如干脆放弃它，退守到第3道防线的仙人关。统治官杨正向吴界建议说，此地为蜀地咽喉，死不可失，当以强弩防守，敌人绝不敢舍此而直攻仙人关。吴界由此下令全军死守第2道防线。2月29，刀兵再起，金人在宋军防线前立起炮架好几十座，一时间是飞石如雨。吴界也命人抛石还击，并且用神臂弓专门射杀冲锋的金兵。防线前的大量鹿角外加飞石劲弩，有效打击了金兵。1日3战，在付出惨重代价以后，金军清除了鹿角，随后鸣金收兵。转一天，金军与数万兵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车轮战。他们首先用大量的洞子作为掩护，搭起云梯蜂拥登城。这个洞子是用木头做成拱顶，上面铺上牛皮，外形好像一个山洞一样，可以防御一般的弓矢和普通炮石。宋军这边呢，用撞杆推倒云梯，又用巨石砸毁洞子。金军又推来巨型楼车，这种楼车高度几乎可以和城头持平，外面裹着牛皮，内里可以攀爬，爬到顶上可以直接跳上城头。那么吴界故技重施，再次派杨正突然开城杀出，烧毁了金军的楼车。说完颜乌竹见攻城无果，马上调集2万正甲金兵，从两侧发起强攻。这些金兵全都穿着2层铠甲，玩着命的爬城。吴林在城上来回奔跑，左右防护，督军死战。由于身披重铠，箭矢无法造成有效打击，还真就有那么几百个金兵成功爬上城头。宋军这边也是急中生智，专门从侧面刺杀金军甲士腋下。腋下没有铠甲，爬上城这波人由此遭受了重创。
又因为铠甲太重，导致行动不便，很大一部分被生擒活捉。天色将晚，金军开始鸣金收兵。就在收兵的时候，提库郎君萨利赫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突然兴奋地叫了一声：“吾得之矣！”3月初1，金军再次调整了策略，由萨利赫指挥着集中兵力攻打宋军西北角的一座万人敌堡。这座敌堡以一座敌楼为中心，守将是统领姚仲。金军不断向敌楼逼近，一时间宋军箭如飞蝗，城下的那个尸体已经堆了一层又一层，金军仍然攻势不减，踩着尸体冲锋。这个敌楼啊，的确是一个薄弱所在。经过半天的时间，这个敌楼不堪重负，开始倾斜。姚仲是急忙命人用绢帛结成长绳，生生把这敌楼又给拉了回来。金军又采取火攻，楼柱中了火箭突然起火，姚仲机敏地用水酒把火浇灭。为了压制宋军，萨利赫命人架起神臂弓予以打击。神臂弓啊，名字叫做弓，实际上是弩。北宋神宗的时候，由百姓李弘研制，射程可达240步，大概相当于今天372米以上，可以一箭透穿榆木。吴玠练兵啊，一向十分重视弓弩，他的部队所装备的弓弩力量极强。那么这回啊，为了对付金军，吴玠也架起500副神臂弓，双方一时之间是你来我往，展开激烈的对射。转眼间又到了入夜时分，金军停止了进攻。5天时间的激战，导致金军伤亡很大，带来的粮草也已经所剩无几。3月初2的夜里，宋军突然发起全面反攻，夜袭金营，四面是火光冲天，战鼓是咚咚作响。习惯了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的金人啊，这次被杀得人仰马翻，心惊胆战。顷刻之间，完颜乌卓、萨利赫等人的大寨被长于夜战的宋军一一攻破。这接下来的发展啊，像极了上一次的和尚原之战。金营是一片混乱，纷纷溃逃。乌主眼见大势已去，只能烧了营寨，夺路狂奔。吴玠是马不停蹄，紧跟在后面穷追猛打。金军一路逃到河池，被吴玠的伏兵掩杀，跑到凤州，又被追逐100余里，一直追杀到和尚原才算结束。至此，这一场宋金双方的仙人关大战以金军遭遇空前惨败而告终。仙人关之战，金国人本来是势在必得，自萨利赫以下，大大小小的军官和一些老兵都是携家带口而来，他们憧憬着可以一举杀入四川，从此以后在蜀中安家乐业。没想到最终事与愿违，无数久经战阵的金军官兵成了蜀道上的孤魂野鬼。在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完颜兀术逃回陕西，匆匆北返，从此一直到死，再也没有踏上蜀道一步。南宋绍兴年间，先后共计有5次大捷，分别是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顺昌之战、郾城之战、颍昌之战，都是大败乌竹亲率的金军主力。前2次的和尚原和仙人关都是吴玠指挥，而且2次都是以少击众的硬仗和恶战。之所以能最终获胜，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地理而言呢，正如金人所承认的那样，蜀道难于上青天，他们因为失去地利败给了吴玠。然而地理条件不应该是主要原因，吴玠的获胜更多的还是因为饱满的士气、坚韧的斗志以及巧妙的指挥。从古至今啊，军队的士气和斗志都是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之一。这2次大战，金军所展现的猛烈攻势、前仆后继、屡败屡战的顽强作风，都是前所未见的。然而宋军的士气和斗志更是坚不可摧，并且最终压倒了对手。这些在北宋宣和、靖康年间或者南宋建炎年间是不可想象的。和尚原和仙人关的胜利啊，可以看出宋军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赶超金军，谈虎色变、一触即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宋军方面因为马援缺乏等原因，只能以步兵为主。经过实践，吴玠军已经逐步摸索出一套以步制棋的战略战术，比如设置要塞、纵深防御，适当的避开野战，消磨对方锐气。比如抓住金人攻势不如中国之劲力的弱点，用强弓劲弩破其重甲，制其攻势，以远克近，以强制弱。再比如发挥夜战劫营和白刃近战。事实表明，这些战略战术的确可以扬长避短，在相当程度上降低或剥夺了金军骑兵优势。吴玠这位人物和尚原和仙人关是其一生主要战绩。吴玠军近乎独立支撑住了南宋的半壁江山，这一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南宋初年抗金名将中张俊、刘光世
是一对庸将懦夫。韩世忠值得称道，但是指挥才能和军功显然不如岳飞和吴建。刘琦在顺昌之战一举成名，然而经历完颜亮南侵，败退江南，声名随之一落千丈。单以军事成就而论，在南宋初年，吴界的成就应该仅次于岳飞，而在其他人之上。吴界呢，属于善守不善攻，不能组织大规模的精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的地方。好了，读历史之山感谢您收看收听，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慢聊两宋燕云的第18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